文墨领风骚，笑谈古今事。文征楼，居丽，这是哪几个字啊？怀州的文玉楼，五柳醋鱼，天下一绝。就知道吃，走吧。小姐，好多人啊！走。文征楼内不拘身份，以文论道，在会试前后啊，更是广聚天下才子。各路学子企图让自己的才名响彻定京，来获取权贵的重视。这科举取士虽说要以考试为主，但是啊，才名的加成也是少不得的。哎，你看，小姐，她是在做什么呀？要出题了。哎，那还有个酒坛。那是文坛，文征楼的掌柜请了定京最负盛名的文坛大家们匿名出题，题目都放在那坛子里。每日的这个时辰，就会从文坛中抽出一题，由在场的学子辩论，胜出者便可将名字写在那文榜之上。你看那上面，养虎为患。这题，这作何解？走。养虎为患。来，去吧。您好，请问柔家公主可有定做？客官贵姓？鄙人姓穆。啊，那便对了。柔家公主今晨便派人交代过，只不过临近会试，包间早早便被订出。掌柜的给您留了一张外间的桌子。啊，如此便好，如此便好。穆学子，请随小人来。请。走。都安排好了。好。请。穆学子，谢谢。这就是给您预留的位置。好。小姐，小姐，柔家公主还真是办事万分妥当之人呢。那可不是，所以她才那样令人敬仰。你看南辰，有谁说她不好的？哎，对了，小姐，你刚才不是说扬名吗？怎么就做到这儿了？你看，今日这道题啊，来意不善。不就是养个大老虎吗？怎么就不善了？这问题啊，就出在这个“虎”字上面。皇叔，您竟然将自己作为题眼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可以？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叫你虎。那叫我什么？狗？不了，那还是虎吧，至少威风。养虎为患，重点就在于是谁养这头虎？是陛下，还是3位皇子？这题出的言浅意深，实则啊，是在试探民心呢。小姐，为什么就跟陛下和3位皇子扯上关系了？因为这头虎啊，它分明指的就是定王殿下。啊，大魔神啊！他是北凉的大魔神，却是咱们南辰的战神。可是南辰的战神，于某些人眼中，那就是功高震主。定王殿下那么可怕，小虎还是头大老虎。小姐，你还是别掺和进去了。我也觉得，这定京真不好待，步步杀气。咱们不过就想混口饭吃。吾等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为国效力，为上
分忧。区一介寒士也敢对定王殿下大不敬，怕是也知道这大老虎受伤了吧？大老虎受伤了？怎么受的伤呀？5年前在拒马河，定王殿下跟北凉军决战，陷入了包围，3万精兵死伤殆尽，就连定王殿下也是命悬一线。所幸的是啊，这大皇子带兵深入腹地，这才救下了定王殿下。不过话说啊，经此一役，这定王殿下也是伤得不轻，就交出了大半兵权给大皇子。韦世宗怎么知道大皇子跟定王殿下不是一伙的？他们这么说也不怕得罪大皇子啊？那是因为你想的太少了，而他们想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以为定王殿下战败，乃是大皇子从中作梗，为的就是从定王殿下的手中夺权。他们脑子太复杂了。不过这拒马河一战，民间知道的也未必是真相。皇叔好像格外关注这个女巨人。我也只是推测，这雁城之战的时候，定王殿下还是心思缜密、智谋无双。怎么3年后的拒马河战役，他反倒就是贪功冒进了呢？小姐说的对，人怎么可能越来越活回去了呢？你看啊，这定王殿下已有如此功劳在身，又为何要贪功呢？又有何功可贪呢？这是此其一。定王殿下对于北凉人的了解，已经达到了算无一策的地步，他又怎么可能在拒马河之战当中就如此轻易的中了北凉人的埋伏？最让我想不明白的，这战役都已经过去5年了，为何坊间还一直在流传，说定王殿下贪功冒进、骄傲轻敌？这是此其三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。连一个女人都明白的道理，却有一群不识相的东西，天天在父皇面前聒噪。晨儿，小姐，刚才照你的意思是说，定王殿下并无错处了？贪功未必，但是冒进倒是有可能的。您跟定王殿下这么熟了？不熟。这女子说的话太片面了。皇叔您以身作则，一统3军，那是多少人心中的楷模。哎，话说今日我是为了惊鸿公子而来，他却迟迟没有出现。哎，皇叔，您今日是为谁而来？为了一条杂鱼。